关键时刻，是总。现在韩国的问题麻烦真的大了。对，现在整个朝野的冲突非常的激烈，总统跟检察官居然在他的办公室互不相让，在这边已经僵持了8个小时，更不用讲，他之前的国防部长竟然在狱中准备了轻生，你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要用布条轻生，你觉得他用什么方式呢？讲得非常清楚哦，看起来是事实哦，但更可怕的是。现在韩国居然被孤立了，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说，如果尹锡悦下台以后，你的国家政策会不会改变？对，那国家政策改变会不会变李在明？如果变李在明的话，李在明是反美的哦，对，李在明是这个所谓的亲中的哦，对，李在明是亲北韩的哦，对，李在明是反对这个萨德扩张的哦，对，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跟你韩国，我日本跟韩国还有军事合作吗？是。那如果没有军事合作的话，那我接下来我的东北亚的安全怎么办呢？更不用讲最新的消息，波兰本来要跟韩国买820辆的 K2 坦克车，对，突然叫停了。本来韩国想要变成一个军工大国，它现在本来是第7名，要冲到第4名，它现在完全没了。现在全世界本来要跟韩国买的订单，甚至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去韩国准备看这些武器的，也全部都跑了。而且我们这几天讲叙利亚影响整个中东局势，现在亚洲局势甚至世界的局势，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韩国，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尹锡悦摇摇欲坠啊！你看今天早上的时候，不是传出了他的前国防部长这个金荣显在狱中轻生啊？对，那轻生之后，检调就说，你好像要消灭证据的那个感觉，所以赶快检调，就说我们要进到总统府去搜索尹锡悦，所以你看，马上因为传出他轻生之后，检调马上就出动到龙山的总统府。要进去这个尹锡悦的办公室，对，那当然尹锡悦不让他进去啊，双方现在就对峙啊，对峙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8个小时以上了。你看，检察官跟这个总统在互相对峙的这个局面，那这个国家还能运作吗？当然运作不下去嘛。而且现在传言说，在新一轮的这个投票里面来说啊，搞不好执政党啊，现在是似乎有7、8名以上，就是可能会过关哦。对，所以尹锡悦搞不好真的会下台哦。如果执政党倒8个，对，那就过了。对，倒8个就超过200个了。对，好，那于是这样的时候，现在各国开始担心，那我们现在要跟谁接触？我们现在跟韩国的国政，我们要跟这个尹锡悦接触。那如果是李在明上来怎么办？大家完全摸不着头绪。为什么摸不着头绪？因为尹锡悦跟李在明的态度是完全截然不同啊！对，你知道，事实上尹锡悦他在台上的时候，川普有打电话，他不是跟他讲了12分钟的电话吗？没错，川普跟他讲12分钟电话，讲到一件事，就说：我知道你们韩国的造船厂非常厉害，未来我们美国人很多船要给你们做。可是问题是，宝姐，李在明上来之后，这事有没有？不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为什么？李在明是亲中的，他是非常亲中的，然后他反日，他非常对日本我觉得不要跟日本和谈。所以尹锡悦为什么这几年能获得那么多日本的跟他交好，然后获得那么多军工产，就是美国在后面说好了，我就让你发展你的军工嘛，没有问题嘛，你当可以让你卖到乌克兰，你当我美国的后备的军火库嘛，你是因为你是美国小老弟。问题是李在明上来，他要跟中国在一起，他完全不相信李在明吗？当然不相信李在明的态度这样，因为李在明有个非常重要指标性的这个目标，就是他要反萨德。你觉得反萨德的时候，美国有可能接受这件事？当然不可能，当然不可能接受。然后李在明说，因为你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对，就是你的萨德的态度。对，如果你愿意设置萨德，刚刚讲尹锡悦就是愿意设置萨德，所以呢，美国就要相信他。对，当时文在寅就是不要萨德，对，而且把萨德给拿掉。对，所以美国就不相信他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美国绝对不会相信李在明的。再来说，日本也不会相信李在明，因为他对日本非常的仇恨。再来，他主张说我要跟北韩融冰。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说，因为尹锡悦为什么他能获得波兰那么多订单？为什么波兰给他820辆 K2 的坦克？因为尹锡悦赞成支持乌克兰，韩国也有支持乌克兰啊。那甚至他还把很多武器都送到乌克兰，给乌克兰用啊。所以波兰就说，那我们是买起，我可以给你买啊。所以是因为这样关系。但是假设李在明说，我根本不要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干我们屁事啊。他说台海干我们屁事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台海的关系惹恼中国啊？所以他的立场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假设是李在明上台之后，整个韩国呢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大变化，这个可能会牵动到国际的这个局势。而且你之前讲的不是。韩国是一个充满怨、充满恨的一个国家，这里面彼此仇恨，他们的政治斗争不是拼输赢，他们的政治斗争是变谁戏。在变谁戏的过程里面，他绝对现在刚讲两边已经进行一个殊死战，两边绝对不会放过对方。刚刚讲，现在在野党已经是每个礼拜都要发动一个弹劾，现在发动这个弹劾的时候，我不知道把你的总统抓起来，是你所有相关人等，我都要抓起来。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韩国
这个拿到非常多机密的资料，这个机密是这么机密的资料上是这个收件者是反情报司令的这个吕汝亨，它里面有8页，就详细的罗列说，我们怎么去戒严，然后戒严了之后怎么去弄个动作，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先这个相关法律程序联合调查的举的设立，还有宣布戒严的时候应该解散国会相关的措施，然后任命这个戒严指挥官的程序，然后这个维持公众秩序还有讯息控制的这个计划，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资料显现有准备好的，所以尹锡悦不是突然的这个空虚，不是说突然说他派也突然做，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计划。好，那做了非常多的计划之后，现在韩国就说，那我要调查人，我要宣11个人，11个人有谁？韩国国务院的总理，然后还有这个副总理，然后还有包括说国防部长金荣贤，然后就安全部的部长，然后包括外交部的部长、统一部的部长，然后这个卫福部的部长，还有中小企业创新部的部长。他们可能都是参与到这一次尹锡悦戒严的时候开会的所有人，所以他们现在要调查这些人。你看，宝姐，这些人都被传唤的时候，请问韩国政府还能运作吗？不能运作。总统现在跟这个检察官在对峙，那所有人被约谈的时候，那整个韩国就处在一个空转的这个局面。所以美方就找了这个所谓的韩国驻美大使，去问了一句话。我现在到底要跟你们谁来对话？现在在军方，你们到底谁说了算？所以现在美国已经觉得，看起来他们已经做好尹锡悦下台的准备。对，下台准备之后，他们现在连对话的窗口都没有。也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因为现在可能会改朝换代嘛，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整个韩国的军工股都完全大跌。宝剑那尹锡悦他是说，我现在发展对外关系，我跟日本交好，我跟美国交好，我跟乌克兰这个支援乌克兰，所以国际很多西方世界愿意跟你买，是因为尹锡悦的态度。所以那我们之前不是讲吗？韩国现在已经来到全世界第9大的军工国，它一年军工可以出口到120亿美金，它现在准备在未来几年要变成全世界第4。那为什么变成全世界第4？因为现在很多人去韩国都是要跟韩国下订单的。你知道我们讲。在这个最近，因为韩国已经发生了这些变化，原本瑞典也要去跟韩国谈军购，瑞典也要买韩国的，对，他原本要在12月5号，然后讨论就包括说对韩国买一些军购，结果没想到，因为你这样，他就取消了。对，因为你3号发动这个所谓戒严，5号就取消。那甚至3号他发动这个戒严的时候，其实吉尔吉斯的总统也有来跟这个尹锡悦见面，对，他们也谈论了非常多未来合作还有军工合作的可能性，结果也没了。那你更不用讲，就是我们讲了这一次的这个 K2 战车，原本的这个价值是2038亿的这个 K2 战车，因为波兰就觉得说，你 K2 战车非常好啊，我愿意跟你买啊，对不对？因为你 K2 战车是用所谓这个是韩国非常重要的产品啊，所以我愿意用啊。你看，在华沙他们举行的这个武装这个部队日的大阅兵里面，韩国的车都来了，K2 战车啦。所以这是华沙大阅兵。对，华沙大阅兵已经有它的 K2 的战车，也有它的 K9 自走炮。对，然后他当然还有美国的什么 M1 战车啦，这个海马斯的火箭车。所以你看，波兰现在要用什么？美制跟韩制，表示说我跟西方世界站在一起嘛。那尤其韩国的这个炮，这个K2 战车跟 K9 自走炮非常好嘛，所以我愿意跟你买。就没想到搞到现在为止来说都没了。那我们就讲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所谓 K2 这个坦克？为什么？我可以同时用美制的，我也可以同时用韩国的武器。因为简单，韩国的武器呢跟美式的装备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们是规格一样，他们参考美式的规格来做的。所以韩国也是北约规格，当然是北约规格。所以呢，他们 K2 坦克呢，他们有可以这个生产的这个所谓555的滑膛炮，然后比这个 KY-A1 还有 M1A1 的44倍的滑膛炮更大。然后每6秒可以装填1发，那很快呀。对啊，没错。然后全车可以载40发，然后这个18发是在这个制填机里面，就18发打完之后，我再每1秒换1发。那你看它的接战能力，还有指挥管理系统，还有机动能力，都是为了这个数位化的战场而建立的。所以你知道，你看它的瞄准系统是非常的精准的，那可以瞄准非常多目标，都可以击中到这个目标。然后还有个强力，你看它的装甲非常的厚，它其实非常重哦，对，非常重的时候，然后它就可以压过整个这个汽车，压过什么汽车都没有问题，它可以碾压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说，你看它有主动，所以就算有一台汽车挡在我前面，对，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对，然后还有主动防御系统。主动防御系统是什么呢？如果假设有炮打过来的时候，我可以丢出一些所谓引诱的这个状况，我可以防御住。所以它其实它的战车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波兰要买那么多辆，就没想到现在波兰
糟糕。对，因为如果是李在明的话，这个还能够用吗？跟李在明真的不能被信任吗？而且如果李在明的话，我就不可能说我透过买韩国的武器加入美军的体系里面了。当然，如果是李在明基本上他搞不好会否决这个，真假的？因为为什么他连卖都不要卖，他不赞成这个韩国介入所谓乌克兰的这个事件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你看我就讲。因为为什么韩国变成是美国的这个军火国？因为它所有的你看，所有的从步枪到战机，全部都跟美国这个无缝接轨。因为他们知道说，因为他们韩国也是长期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所以它很多发展都是顺着美军。因为美国有所谓驻韩美军嘛，当然我设备如果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互通嘛，所以韩国的发展就是美军的这个规格，所以全世界都跟你买。那问题是过去我就讲，为什么尹锡悦非常重要？过去这个韩国美国对韩国的态度是这样，你可以自己生产，你可以自己用就好，不能卖，不能卖，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卖出去的话，你是跟我们美国抢生意，你不是我的盟友的时候，我干嘛让你抢这个生意？那为什么尹锡悦可以？因为尹锡悦愿意当美国的，我们毫不可，他就是比较屈服美国嘛，听从美国，你要萨德我就给你萨德，你要什么？美国希望说这个潜艇能够开到这个釜山港，我也愿意啊。他建构了这个所谓核保护伞，在你美国之下，过去文在寅根本不敢，就他就敢。所以这个尹锡悦当然深得美国的欢心啊，所以美国愿意啊，而且你又跟日本改善关系，你知道最近你知道原本还有什么东西吗？原本日本的首相明年这个石破茂明年要去访问韩国，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明年的这1月的时候，日韩建交60年，所以等于是说原本要去访问他，问题是他还能去吗？李在明就是很讨厌日本。他就还要他还要跟日本结算那些所谓的债务问题，所以他就跟文在寅一样。对，所以你看现在怎么解决？日本现在也非常的紧张，日本完全跟韩国的关系是急冻的一个状况，更不用讲。你看，这是朝鲜日报的这个报道，如果朝鲜挑衅要和谁对话，美国大使馆说这个到底是要跟军队谁谈话，我都不知道啊。那这他讲了，我们该跟谁对话？是尹锡悦呢，还是韩国的这个总理，还是谁？不知道。所以呢，市场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乱成一团的这个局面啊。所以他说，你看，所以照这个意思来讲，他们已经确定了尹锡悦已经没有办法掌权了。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尹锡悦假设真的下台之后，紧接下来李在明如果真的当选的，哇，整个国际尤其东亚局势会天翻地覆。我再说一次，李在明的态度是非常强烈的反日，而且他是积极的亲中，他要跟北朝鲜和好。另外包括他不支持所谓的这个韩国跟介入所谓乌克兰的战争，他认为都不应该支持乌克兰。再来之后，他认为台海问题干我屁事，他根本不想管台海问题。所以呢，他真的如果假设他上台之后，韩国的国策会180度的转弯，这个真的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这个局势。好，吴总，白以为说，今天尹锡悦干了那个蠢事，然后呢，干了这个蠢事之后，他现在自己在收拾，那不过是韩国自己的事情，但有卡关双跨背修缮，结果不是这样。刚才讲。今天本来瑞典要去，瑞典不去了。今天本来波兰要买这个850辆的 K2 坦克，那个所谓的波兰也不买了。接下来很多的军事合作也全部喊停了，包括本来石破茂要去这个韩国的，看起来也不去了。连美国的驻韩大使说，我到底现在发生战争，如果你们跟朝鲜有冲突的话，我的对口单位是谁？没有想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整个局势里面变整个乱了。现在整个刚刚讲到，现在如果尹锡悦下台，现在的李在明上台。真的会完全180度大转弯，整个会风云变色吗？这样讲了哈，美国在这个军火市场不希望任何国家去做它的竞争者。那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这个820辆这个坦克的这个订单之后，韩国已经变成全世界第4大军火商。对，当时那个合约在签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会签这个合约，理由在哪里呢？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低价，第二个是快速交货。他好像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开始交货，对，他就不到6个月时间就开始，马上能够供应到这个波兰，因为波兰那个很紧张，因为那个俄乌在打的这种正在凶狠的时候啊，他发现他的装甲车的兵力不够，他的装甲车，因为美国交货时间非常长，要好几年，那这个豹式坦克也好，包括这个法国的坦克、英国的坦克，可能都来不及。那全世界能够用这个低价位而又能够快速交货的，只有韩国。所以韩国突然间接了一个大订单，但是现在今天的这个俄乌的战场的形势，跟当时在6个月前已经变了哦，你不觉得已经变了吗？因为美国占上风了嘛，乌克兰占上风嘛，现在俄罗斯已经被
被普丁拿来消遣的对象嘛。对他一博告他嘛，他被川普消遣。对，川普现在消遣，普丁被川普消遣嘛。对，你觉得俄罗斯不够力的？不够力，不能保护叙利亚。这段时间你有听到普丁讲话吗？没有，没有讲话。所以说，那你要知道，波兰是在中东欧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它如果发生战争，有可能现在跳下去直接跟俄罗斯干的话，对，就是波兰。而且目前在俄乌战场上，直接供应给乌克兰的军火，作为它的整个后勤补给的这个渠道的，就是波兰，就是波兰啊。所有的美军的部队装备，然后包括监控系统，它的这个空中的预警机，全部在波兰的起飞起降都在那边干的。它等于是半公开的跟俄罗斯在那边干嘛，对不对？而且美军就在波兰啊。美军在前进指挥基地，他前进指挥基地也在那边。他当时从德国，在川普在上一个任期，对，就从德国调了好几千个海军陆战，就调地面部队就调了大概2000多个人过去嘛。那一定是现在越来越多啊。那可是现在的情况没那么紧张了嘛，没那么紧张，他不见得要买韩国啊。对，因为他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老美就见缝插针了嘛。这个韩国现在不好嘛，我们现在可以跟你有什么？美国在那边塞牢，一定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啦，因为全世界最好的坦克是豹式坦克，德国嘛。对。那德国现在也在莱茵金属，现在已经跑到了乌克兰生产，已经跑到乌克兰生产了嘛。所以这欧洲订单如果集中大量订单的话，波兰是非常大的买主。波兰今年在2024年的它的国防预算，在总 GDP 我记得是4.7个百分点的，多可怕啊！他明年还增加他就知道我就跟你俄罗斯干到底啊！波兰啊，不跟你客气的，不要忘记了。波兰在奥图曼帝国里面，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时代的时候，它是当时的这个欧洲的第一大国，第一大国家。对，它的兵力是最强的一个国家。整个欧洲最强的骑兵部队龙骑士就是他们家的，就是波兰的奥匈帝国最强就是他们，所以他们有长期的这种传统啊，他非常敏感的知道说这个东西他要准备，他等于已经半下海跟俄罗斯在干了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战略前沿啊。你那个中东欧的第一个遭殃国就是他，而且他的力量最大，他的财务、他的 GDP 这样最大，科技也最先进。对，所以如果说有德国跟法国跟英国不愿意承担这个欧洲义务的话，波兰就当老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P2V 嘛，P2V，因为这个情况，我现在没那么紧张啊，没那么紧张的话，我当然不会得看后撩嘛，那当然就会有人来推销啊。而且一定是价钱，它所谓的价钱各种条件比原来好很多，而且数量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大了嘛，因为俄罗斯已经被打残了嘛。那俄罗斯如果说这一次和平协议签下来的话，它会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和平的机会嘛。那你这个820，你刚好你就趁机不买了，你会修狗了，你到出歹机啊，它落井下石，绕跑刚刚好而已啊。所以我认为，所以那韩国现在军火还卖得出去吗？我觉得没有美国同意不可能啊。因为这个全世界军火市场啊，只有两大市场，一个就是美国，一个俄罗斯，这两大市场。那两大市场在欧洲的市场来讲的话，就是美国市场的一个下游。对，你看完全另外一个是全独立系统，从戴高乐开始搞起的，就是全部独立系统，就法国所有每一个系统通通自己独立，不跟任何国家这个引用技术或者购买，很少数。法国好像只有豹式坦克他有买，其他的话通通都自己干的，所以这几个竞争者都在拼的，而且未来的20年里面，全欧洲的 GDP 通通在增加啊，大家在抢这个机会啊，那你韩国那么弱的话，你怎么可能抢得过他？所以美国不会给他机会。好，来宇轩，现在刚刚讲的对韩国来讲，我们看《今周刊》特别也做了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刚刚讲，他现在的财团，他现在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这一次为什么那么惨？尹锡悦压力又这么大？原来他的财团全部重挫。刚刚看三星跌了30%，现代汽车跌了4.6%，SK 比较好，因为它进到了整个的 AI 的系统。LG 刚刚讲跌了10.3%，浦项钢铁也跌了10%，几乎都在往下跌，连韩华都往下跌。那刚刚代表什么？代表我的经济是真的非常惨，更没有想到他们的乐天
以前乐天多大？我以前去韩国都住乐天饭店的时候，那个是最好的饭店的。就刚刚讲，乐天现在也要破产了。这次韩国的戒严以及它的民怨只是它生病的表征，而你如果看到病灶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经济早就已经出现大问题。因为宝杰哥，你刚刚这一个一个细数下来，这是韩国的前10大产业。你说10大产业有什么了不起？不好意思，汉江奇迹的重点就在于说，韩国高度仰赖这种巨型的企业，它占了 GDP 超过60%，而这些60%的大企业，甚至我们讲前30大、70%企业大企业，宝杰哥，你知道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吗？他们得一种病。这种病呢叫做韩国病，而韩国病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全部都被中国给害惨了。为什么刚刚讲的这个股价要么掉3成，要么掉6成，甚至三星掉这么多，掉了3成。对，因为理由很简单，而且刚刚讲乐天掉了6.5%，因为你要仔细看它的产业，三星做的是什么？半导体。那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拼命发展，甚至是成熟制程大量往外倾销的就是什么？就是半导体。再来，你讲到说乐天这家公司为什么现在出了大麻烦？不好意思，他做的是石化、乐天化学跟零售嘛，这2个都中。现在中国不就是大局的把自己的石化产业往外倒，零售产业往外倒吗？而唯一你看到这么多10大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幸存就只有 SK 哦 ，SK 还涨了2成7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 SK 做半导体，他跟谁交对朋友？他跟美国 NVIDIA、台湾台积电做了一个3角同盟。所以你如果跟中国交朋友，不好意思，你就变倒霉鬼，通通跟着倒装。你如果跟美国甚至跟台湾交朋友，不好意思，你还可以幸存里面。宝力哥，我们从这张图表你会看得更清楚，这是韩国对中国的一个贸易过去的顺差跟逆差，而其中有一个时间点哦，就这个时间点，你会想说，从这边开始，为什么？他开始做 FTA 之后。大概是2016年到2020年这段期间开始风云变色，原本都赚钱，对不对？你看哦，这都是韩国赚中国人的钱哦。结果从2022年这个节点开始，biang一个以前最多贸易顺差600亿哦。宝杰哥，你知道现在就是最近2023年他们都是什么？180亿没了，欠180亿，逆差180亿，等于是赔钱。但是我跟你讲，韩国人为什么我说这叫中国病？因为病入膏肓了，没有发现，没有这种病视感。你看哦。他对中国的我们讲的一路的它的出口不断的攀升，甚至呢在超越美国之后呢，还持续的往上走。它是在2003年之后就超越美国，然后你看哦，美国它的依存度越来越低，到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而已，就有对中国高达25个百分点。那结果给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毁灭性的灾难啊！因为你所有的产业，包括我们讲的，都仰赖中国的状况之下，变得是你无处可逃啊。当中国整个崛起发展出来之后，对你倾销之后，那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产业跟着赔账。所以刚才讲的，你现在如果觉得韩国的经济很惨，你还没那么感觉。如果你看到韩国那个大财团惨成这样，那就真的惨了。我跟你讲，乐天真的是倒霉。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乐天他们讲以前是资优生哦，他是乖宝宝，什么意思？当其他他们2000年的时候做过个调查。其他人的债务跟这个他的资产比大概255%，换言之欠一大堆钱。乐天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82%。结果宝杰哥，你看哦，乐天我们先讲了，他过去呢曾经想说我也要入主中国啊，投资中国啊，就不好意思遇到反噬。为什么？大量的零售业高达120家进到了中国，结果只因为一个原因，那个时候就我们刚才聊到了萨德导弹系统，他就是韩国引进萨德导弹系统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去抵制他，就说我不要了，老子不卖了，乐天不跟你买了。就你知道吗？在2022年的时候，他全面都撤资，那等于说这些投资都血本无归啊。但更惨是什么？乐天底下还有一个叫做乐天化学，但乐天化学它做的是做乙烯，但这做乙烯呢，它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说当它做乙烯的时候，不好意思，中国最近大量倾销的是什么？大量倾销的就是所谓的乙烯。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状况之下，变得是。中国不断的把这个乙烯给倒出来，就韩国乐天，它也因为这样，乐天化学受挫。你看哦，这是中国石化的我们讲的比例跟韩国的比例。你看、南韩越来越低，结果呢，他们自己培植的中国，因为中国等于是吸收你的技术嘛，你来我们这边设厂，我把你技术偷走，越来越高。所以你看哦，都已经快要大到所谓的死亡交叉。而在这个状况下，连刚刚讲到的乖宝宝乐天，原本债务比只有82%。今年度就在戒严前夕，他都宣布说，那我要资产重组，什么意思？我把我底下所有赔钱的零售业的通通取消掉。而过去我乐天化学1年投资6兆韩元，我今年只投资6000亿韩元，缩减到只剩1/10。因为在这个状况下，你如果要跟中国硬碰硬，你的量体是不可能大过他，而他还跟你根本就是我们讲的七伤拳。反正呢，我就跟你我们自伤7分呢，不是自损7分，损敌3分。所以这个状况下，韩国这个中国病。你要庆幸的一件事情是，当年台湾就是因为跟中国全面的断裂，那包括我们的低润、我们的半导体早就已经深受在这个产业竞争的深受其害，所以早就已经消解。而韩国现在这个病恐怕很难痊愈。好，辉成。
现在大家都担心说，现在尹锡悦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了，还摇摇欲坠，现在连检方都要赶冲进总统府，现在双方还在那边僵持，到现在为止还僵持8个多钟头。好，接下来你会不会被弹劾？你会不会下台？然后现在到底会谁上去？现在全世界都收手，全世界都不知道怎么跟韩国交往，因为现在真的担心说，如果尹锡悦下，李在明上，真的政策会180度大转弯吗？那李在明真的那么讨厌日本？他真的那么亲中？他真的觉得台海问题不关韩国的事吗？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在明跟尹锡悦两个在变谁戏，这变谁戏？那人民的生活该怎么办？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到那个李在明的一个出生之后，你也会韩国人的未来有点就觉得李在明的出身李在明这个其实他是苦学出身，可是他的政治立场上真的其实蛮偏向所谓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是非常非常激进的左派。现在你看到画面这张手，你知道他怎么了吗？他手怎么了？他小学毕业之后，家里穷到没有办法继续升学，他去工作。他冒着成年人的名字去工厂工作。他做了多少工作？他在冰箱公司工作，他在那个什么做项链的公司工作，他在一大堆公司工作做了大概3、4次，结果手不断的受伤。他说他在那个手他手是弯的，对，手是弯的，因为他后来在那个棒球公司还是什么公司的时候就被碾压到，虽然他是有拿到6级的一个残疾，他其实是残疾人士。所以你就他是拿残障手册的，他是拿残障手册，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对于就是说打倒财团这件事情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以有人讲说他的左手怪怪的，他的左手好像伸不直，像我们左手伸直，他左手伸不直，然后左手根本就还有一点点变形。是当时他在做童工的时候手被压到的。对，而且你知道，他说他第一个，他一开始在项链公司，再来冰箱公司、棒球公司，还有东方表公司，他甚至这个手指这个5个手指里面的中指，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他说他到现在还有那个橡胶粉在他那个手指里面，就是说他可能那时候这个有被压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痛恨财团，因为他说其实整个韩国的经济就是因为操控那大财团手中，所以像我这样的穷苦出身的人，他说他小学的时候，念完小学没有钱继续念书，他必须要变成假冒是成年人，然后去工厂去工作，然后工作存到一笔钱，然后最后他是靠着奖学金，最后才有办法去念书。难怪他讲说，别人是含金汤匙的，我是含土汤匙出来的。对，而且你知道吗？后来就是是全韩国3500名以内，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才有办法拿到那个中央大学法学院的那一个就是奖学金，才有办法去完成学业。完成学业之后呢，因为他这一辈子其实就看到太多的港口狼的事情，所以他出来是当所谓的人权律师。然后呢，他在2002、2003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他们那个他们自己的居住的地方，他就说，我们这个医院啊太老旧了，这很多人生病就没有办法医啊，所以他就抗议啊，他就说他就开很厉害呢。他那时候只是个律师，他号召了20个人20万人拿到相关的联署，说我们要建医院，我们要建医院，我们要建医院。就当地的那个市长就一声令下驳回，而且把他们这些抗议人士抓去关。他抓去关了之后呢，他跟那一些抗议人士就躲在那个教友的一个储藏室里面。另外一个人就隔了1、2天拿一个饭团给他，他说他们2004年3月28号2个人对着饭团嚎啕大哭，因为什么？他发现，就算我苦学出身，就算我已经是一个一流学校毕业，就算我是人权律师，我现在像个老鼠一样躲在这里，我要的只是什么？只是要人民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医院，一个这样正常的生活。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他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他发现你靠社会运动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所以他宣布从政。所以后来2006年的时候，他其实他那个卢武铉他宣布就是说他们整个选举制度改变，变成是说你可能不需要一大笔钱，你就可以参加一个相关的一个选举。所以他后来从那时候他就开始那个从政的时候，他一开始在什么城南市市长，他们其实蛮厉害，在他执政8年之内，他把那个乡下地方财政纪律，他现在8年之内让他们还债7000亿的一个韩元，然后开始有一些社会福利多什么65岁以上可以怎么样，所以真的也赢得的就是50几%的一个。后来他又到了京畿市的一个当成那个这个市长。后来到京畿市当市长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是 COVID-19 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教会窝藏一大堆，就是说我们教会还是群聚啊，然后我们有 COVID-19 我们就不管啊，我们就是还是群聚。他叫警察直接冲到那个教会去，然后把所有人逮捕，然后把人给我交出来，很凶悍的，非常凶悍。然后呢，所以他在那边有赢得一个口号叫什么？他是
汽水市长。你知道为什么叫汽水市长？因为在韩国这个汽水一直就是非常爽快、直爽，所以代表着他其实非常果决。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实在是太激进的一个左派，所以他等于是以推翻、打倒财团这个为他的一个目标，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心里想说，唔丢呢，现在财团占我们整个 GDP 的在7成到8成，你打倒财团，那你要怎么去？可是财团好一点是你含金汤匙，你空金包银，我就是我的不值钱呐、对，然后第二个主要的状况是就是之前那个道德导弹的那个事情的时候，萨德导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愿意让那个萨德导弹对，他是反对，所以人家就会认为说他过于亲中的这个立场可能真的就算他真的当了总统，也不一定真的能带给韩国人的经济另外一个新的发展。好，所以体委刚才讲，现在韩国没有想到大家都这么紧张。该给你的这个所谓的军购订单全部都停掉，停掉就像刚刚吴董讲的，就是美国说你不要买了嘛。以前尹锡悦是我的小老弟，你买给他个做业绩，现在尹锡悦下台以后，大家就全部停手，军工业也没了。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金周刊做的那个表，刚刚讲到今天韩国的财团全部大赔钱，只有这个所谓的海力士，那个所谓海力士里面因为进到了这个所谓的 AI 的系统才有赚钱。韩国这么惨，现在只是会更惨。对啊，因为它内部的斗争来讲的话，当然未来的经济可能更加惨哦。最近这几天我还在看李在明的一个表现哦，其实他在路上走，然后带领着群众的那个气势啊，其实好像他要干总统一样啊。那真的未来如果真的他做了总统之后，他会不会采取比较亲中政策跟北望政策，就是说所谓阳光政策？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如此。但问题在哪里？他其实不敢跟美国叫价的，因为美国是压着他的。他的以前的这个祖师爷啦，那卢武铉，卢武铉也是被美国压制住的。所以其实说真的，韩国内部虽然有一些比如说比较不是亲美派的，但是重点是美国在朝鲜半岛2.8万的美国驻军啊，难怪你难道你南韩的安全你不要了吗？对，我就干脆把2.8万撤军，你看你怎么样？所以到时候来讲的话，你害到的不是你把美国赶出去的概念好不好？那金正恩呢？他金正恩会有所下一步呢？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牵一发动全身，相信他们再怎么样也不敢把美国赶出去。但是重点是日本了。这几天其实很多日本的媒体还有这个学者都一直打电话给我，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要糟糕的是，日韩关系可能会恶化下去。如果李在明上来的时候，这当然就重蹈文在寅那时候的状况嘛，搞一些什么这个主导的语给这个。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美中之间，你还有游移空间吗？现在美国连这个所谓的 AI 曼哈顿计划都已经出来了，你现在很简单，对台湾来讲，你可以不选边吗？是你以前韩国想不选边，那你有空间吗？所以你韩国想要两边都讨好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呀，那你说如果你今天违背了美国意思的话，美国川普的做法是什么？就干你啊！我就不跟你玩了。那我不跟你玩的话有什么？我孤立你嘛。你想要跟敌人站在一起，那你去站在一起嘛。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其实台湾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准备招纳韩国人才到台湾来。假的？真的，因为到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些人到时候看不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外跑。外跑的话，你可能跑到美国去，又跑到欧洲去，那倒不如我们台湾因为现在也在欠人，不是吗？那我说高科技的这些人才也可以招纳一些，因为以前我们不是在做经国号战机。然后那些人才不是跑到韩国去，到韩国做这些教练机，然后卖到中东去。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反倒是现在军火工业，他们军火工业很强。我们的潜艇不是有传出是韩国人，然后又有马文君这个事情吗？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些人才不是更招手嘛？你可以用重金礼聘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到台湾来啊。所以现在刚好是台湾什么？韩国一倒，台湾又吃饱的概念；中国一倒，台湾又吃饱的概念。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要趁着韩国现在经济开始如果下滑，而今天来讲他们的人才没有地方去的情况之下，台湾就开始招贤纳士，把他们全部请过来。好，那现在尹锡悦的处境真的非常糟糕吗？现在他的执政党的议员真的已经挡不了了吗？现在已经讲说有8个人，你只要倒8个你就倒了。那现在刚刚讲的，他现在连他之前的国防部长都在监牢里面准轻生了。南韩他们基本上这个政党不是刚性政党，它是柔性政党，所以柔性政党里面的内部来讲，他每个成员都是为了以后自己的政治前途来着想嘛。所以这些就算是执政党，你跟尹锡悦是同一党没有错，问题是我还要顾到我自己，我不能全部被你尹锡悦拉下去啊。那你尹锡悦现在我们只是谈好说，让你下台好看一点，不要用弹劾的方式，让你是不是可以自己辞职的方式，但是看起来。
在野党来势汹汹啊，这个礼拜还是要再提案啊，对还是要挡不了谈他啊。那你不要，你这礼拜没过，下个礼拜再提，每一个礼拜都提的话，那这个政治运作，这是韩国的政治运作陷入一个空转，而且现在尹锡悦不能出国啊。那不能出国，你怎么做外交？你怎么去跟其他国家进行领袖高峰会议？所以赶快要有一个领导人出来，你不管是由总理来代理，或是由谁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让韩国走出来。所以现在韩国这件事情没解决的话，就会陷入一个政治上的空转。